A10与苏25之间 battle， 谁更强一点？二者虽然都是舔地机，但舔地的姿势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苏25是揍了你就跑，主打一个刺激 ；A10 则是正面硬上，顺便再问一句你服不服？当然了，评价武器这件事，各位肯定都有自己的看法，所以这期视频火力军就作为裁判，仔细聊聊 A10与苏25。在评价 A10与苏25之前，我们要先明白一件事，二者的使用理念不同，一款要求长时间滞空，一款是一击脱离，一次性倾泻火力。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，主要是二者的攻击目标不同。对地打击任务类型分为 CAS 与 BAI， 也就是近距离空中支援与战场空中遮断。A10和苏25的主要任务都是按照 CAS 来确定的。CAS 的任务要求就是飞机低空低速性能好，可挂载武器多，滞空时间长，航程长。A10和苏25都能满足这些要求，只是因为二者的攻击目标不同，设计的侧重点也不同，这就是二者的主要区别。A10的设计偏向打击正规坦克装甲集群，目标是谁，各位也都懂，所以采取了低速大屏之翼、双垂尾、双液压备份布局。低空机动性和生存能力很好，防护做的也不错，就算是被炸了也能飞回来。当然，这种机翼布局也有一个问题，飞机完全飞不了高速，但对于 A10 来说无伤大雅。至于航电设备，早期的 A10 只能说一般，一门 GAU-8 机炮占据了机体的绝大部分空间。不过为了打坦克，还是装备了 AGM-65 小牛导弹，使用的 TVM 系统，以至于很多的 A10 飞行员专门给自己留下一颗小牛导弹，用来客串红外目标吊舱，用来打夜战或者识别目标。GAU-8 机炮则是用来打击距离友军非常近的装甲车辆。而苏25的早期型号则是用来对付小股伞兵、装甲运输车、碉堡等。中轻型装甲机动目标或者固定目标，基本上什么都行。同时，因为自家没钱，苏25的机体设计还考虑了价格和维护，设计方法极为简单粗暴，与 A10 之前的竞争者 YA9 很像，采用的是小后掠角大展旋臂机，飞得比 A10 快一点，但是相对来说，苏25的翼载荷大一些，也就是翼面偏小，低速性能中规中矩，机动性不如 A10， 操作性略显逊色。有意思的是，苏25特殊的起落架设计允许其可以在视野里起降，而 A10 则不行。至于苏25的航电设备，火力军只能说惨不忍睹。苏俄武器各位也都清楚，只要涉及电子器件的都极为拉胯，这就导致苏25的人机功效极差。早期的苏25连个 HUD 都没有，只有一个和激光测距器联动的瞄具，甚至说这个测距器还需要兼指导弹的激光制导。武器也很有特色，只有半自动制导的导弹，主要输出依靠无制导的炸弹和火箭弹。反正威力是够了，装甲车或者堡垒被炸几下，不死也要残。至于准不准，那就听天由命了。也正因如此，二者在发动机、载荷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区别。比如最重要的动力系统 ，A10 占据绝对的优势。A10 采用的是2台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，油耗率低，噪音小，低速飞行时非常经济。只是因为自身重量的问题，推重比略低，只有 0.37。而苏25主打经济实惠，发动机是比较廉价的涡喷发动机。不过苏25比较轻，推重比达到了 0.47。虽然 A10 的发动机更强，但是架不住它长得胖，所以在速度和机动性方面，反而是苏25有更高的最大速度，以及更好的爬升率，可以快速抵达高海拔地区，执行对地攻击任务。这与朝鲜战争时期米格15和 F86 的对比极为相似。米格15轻而小，在加速性、爬升能力上明显胜出， F86 则是当时的重型战斗机，在水平盘旋性能上全面领先。火力军上面也说了，苏25是打了就跑，自然对速度与爬升率的要求更高。当然，这点也跟苏联的武器有关。用导弹的话，自然不存在爬升的问题。问题是苏联不是美国，可以天天射导弹。不过速度快并不能掩盖发动机的问题，涡喷发动机在低速时效率不行，这就导致苏25的油耗很高，其发动机油耗率达到了 A10 的 3.5 倍，
这反映在航程就是 A10 的作战半径是460公里，而苏25就只能达到300公里。这也是双方在设计思想上的差异。美国空军相信先进、省油但比较复杂的涡扇发动机，在实战中有更大的好处，而苏联则是省钱、维护简单。就比如苏25，虽然发动机技术不行，但是很耐用，可以用自己的使用寿命为代价，直接使用民用汽油等燃料，在战时更容易找到燃料来源。还有就是发动机的位置，苏25的发动机是在机身中部两侧，中间安排了机身主油箱，这样可以拉开一定的距离，互相屏蔽。但这种布局也导致苏25没办法像 A10 那样使用直径偏大的涡扇发动机，而 A10 则是把2个发动机安装在机身后部两侧向外伸出的支架上，也就是在机身上面，抗击打能力强，而且2个发动机距离很远，安全性拉满。除此之外，发动机也会影响载荷，也就是武器数量。在这方面 ，A10 占据绝对的上风，其载弹量达到了 7.2 吨，而苏25只有 4.4 吨，这与苏25的大小也有直接的关系。不过具体作战时，到底携带多少武器最合适，说不准。在苏联军队的认知里，一个较小的作战区域之内，苏25只需要进行2次攻击。如果继续进行攻击的话，敌方装甲部队的机动式高炮和导弹就有了更多的准备时间，苏25有很大的可能会被击中。这点对于 A10 来说也是一样的。一般情况下 ，A10 也不会携带很多武器，大概只带2枚 AM9 空导弹、4枚小牛空地导弹，或者将小牛导弹改为制导炸弹，再加上电子干扰吊舱，距离7吨载重还差很远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能够携带更多武器，搭配上更好的机炮，作战的灵活性更大，这一盘 A10 完胜。至于战场上的生存能力， A10 与苏25都大差不差。在1970年代那个时期，美苏双方都坚信专用攻击机都必须具备先进的被动防护手段，保护驾驶舱、发动机、控制系统等关键部位，二者都要求机体关键部分可以抵御单发20到30毫米炮弹的命中，说白了就是加装甲。A10、苏25都将钛合金作为主要装甲材料，附加其他防弹材料，例如凯夫拉或尼龙材料。在当时那个年代还不错，但是现在就不好说了。装甲与反装甲的实力早就失衡了，如果1枚导弹不行，那就再来1枚，所以没必要讨论它了。至于航电系统，二者都相当粗糙。早期的 A10 基本依赖飞行员目视进行对地攻击，为了使用小牛导弹，配备了电视导引系统，苏25也是如此，航电极为拉胯。如果俄罗斯有钱的话，其改型也可以使用风暴式光电瞄准系统、毛式合成孔径雷达吊舱，但是很可惜，俄罗斯空军没钱。不过就算拉胯，二者都可以执行常规炸弹轰炸任务。到后期之后，二者进行了大规模升级，航电系统也还算不错，比如苏25系列，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苏 25TM， 也就是苏39开始，电子系统就有了很大的提升，有电视激光制导系统，允许飞机发射新的电视制导导弹，甚至还能挂载反舰导弹。虽然不能造驱逐舰，但是猎杀个导弹艇或者巡逻艇还是可以的。不过就性能来说，完全不是 A10C 的对手。A10C 通过大面积改装、先进光电火控吊舱，精确打击能力越来越强，完全超越了苏25的水平。现在的 A10C 已经可以使用美军战机，大多数的精确空地武器，甚至还用上了5代机上的航电技术，比如天蝎座头盔显示系统，比 F2 的初代头盔还要好。所以就火力军来说的，单论性能 A10 更好一点，当然主要是苏25的缺点太多了。苏25最明显的问题有3个，第一个就是缺乏射后不管的武器，估计苏联当年也没想到精确打击和制导弹药的白菜化。俄罗斯的短程战术制导武器以激光制导为主，还有不少是激光架数的，需要载机持续照射。而美国早就有红外成像制导的小牛了，虽然小牛偏大，但 A10 的载弹量本来就比苏25更大，完全可以抵消这个问题。当然，俄罗斯有一些电视制导的武器可以射后不管，但是电视制导的性能不如红外成像，武器种类也不够多。至于卫星制导，所有的难度都在卫星体系建设上。格洛纳斯已经投入使用，所以俄罗斯也搞了卫星制导的炸弹。
比如 PPK500U、KB500 系列，但效果如何，谁也说不准。第二点就是对地观瞄拉胯，只有白光或者微光夜视，没有热成像，并且只有前方大约90度的视野。这种情况苏34也有，机载投放制导武器后，只能依然对着目标飞。重点是因为没钱，苏25的升级版，也就是苏25 SM 的数量并不多。当初组装苏25 TM 之后，因为性价比不高，苏25 TM 与它的前辈苏25 T 一样，没有投入大批量生产，仅仅组装了数架。为了以较低成本继续拥有苏25，俄罗斯选择升级其原有机型，推出了苏25 SM。重点来了，与之前的衍生版苏25 T、苏25 TM 不同，苏25 SM 的改进是在原有飞机的基础上进行的，目的就是以较低的成本完成现代化改装，顺带还能减少运营和维护成本，性能可想而知。按照俄罗斯的说法，新版的苏25 SM3 在机头处安装了 SOLT-25 光电瞄准装置、激光测距仪和目标指示器、热成像仪等先进设备。只是说归说，到底装了没有，火力军也不得而知。总的来说，火力军的看法是 A10 更强，说白了就是因为俄罗斯没钱。如果能一直升级苏25，现在鹿死谁手还不好说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攻击机这种东西，载荷再高，低空性能再好，也没什么用。现在地对空火力越来越猛， A10 与苏25那种反复出入阵地上空进行火力压制的攻击模式太危险了。实际情况也是如此，就比如乌俄战场，苏25只要敢低空丢炸弹，那么迎接它的就是多次，所以利用制导弹药进行防御外打击才是正道。就比如 A10C 与苏25 SM 就是走升级航电、高精确打击的路子。顺带一提，在战机空地打击能力越来越强、操作越来越简洁，以及无人机横空出世的情况下，攻击机的很多任务都是可以被替代的。就比如 A10 已经与美国空军说再见了，至于苏25大概还能再坚持一段时间，毕竟俄罗斯的对地攻击弹药与无人机都不如美国，还需要苏25继续挑大梁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俄军的苏25能服役到什么时候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，也可以在下方指正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